欢迎来到我的太空舱，一切尽在掌握。刚接触 AI 的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疑惑？今天还是老规矩，直接进入实操。今天时间有点长，不仅仅需要讲到 ARM 的 Triton 和 Sage 安装方法，还有首先讲到本地云端的方式部署 AI， 随后讲告别玄学，依次讲清楚 Windows 下安装 Triton 和最后讲安装拜尔笨币。我今天来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本地加云端的方式来部署这个 AI 啊。然后呢，这个方式的话是可以突破所有的这个审核限制啊，也无视这个相关的性能，所以这个整体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事先声明一下，就是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流程。然后这个文档的话呢，我只要想跟大家讲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将 AI 最耗性能的部分我们交于云端，然后呢本地的话去处理一些我们本地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因为它的云端的跑的时长呢是按时长收费的，就哪怕你用的只是最简单的方式去跑，它也会按照这个同样的价格去收钱。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最花钱的部分就交给那些用到 48G 显存的部分啊，这其实是最好的啊。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很简单啊，建立本地工作流，上传相关的我们的原始的东西，然后云端推演，然后在云端保存一个 latent， 然后把这个 latent 回传到本地，然后在本地进行解码这个 latent， 然后最后加工输出啊，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里的话呢，很多就是如果大家搜一下 B 站有很多这一块的一个教程啊，我就不多详细介绍了，但是我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就是这里会有个节点，就是 IH 官方那个节点，你把这节点简单的连接一下就好了。然后呢，在输出的结果当中可以看到它会有图片，然后这个视频啊，还有这个 latent， 还有这个文本啊，这个音频等等是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主要关键是这个粉色这个标的这个 latent， 然后这个出来之后的话，你再加载相同的这 VAE 进行解码就可以了。这是第一，就是我们这种在线的这种方式。好，然后回到这里啊，就是这个节点的地址在这里直接下就好了。然后在这个云端，因为我们要从这本地拿到这云端的 latent 的这个结果的话呢，这云端必须要有一个节点，就是这个保存为 latent， 然后这里要用到这个测试这个节点组的这个东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截图，用的其他的这个 save latent 的话，它是会报错的。好，然后另外的话呢，就如果说你第一次跑的话呢，本地它会出现这么一个报错简单来讲的话呢，如果你遇到这个报错，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没有装这个其实是一个云服务器组件啊，就是 Python 当中的，然后你需要在初页整合包这里，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整合包的话呢，在这里会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啊，在环境维护这里最下面有一个 PIP 软件包名称，你把这软件包名称输入进去之后呢，点击重新安装就可以了就非常方便，一下就好了。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就可以跑通了。然后这里会有几个可能会问的问题啊，就第一个呢，云端的推演应该是用的是4090啊，它的速度跟我本地的5080差不太多，就我本地差不多跑个2000秒的视频的话呢，它差不多云端也差不多这个时间。那么显存的话呢，它基础是 24G， 然后的话呢48G 的话呢就相当于会更好用一些吧，但其实速度上是并没有更快一点啊。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也会有个很大的一个限制啊。这里我正好想跟大家说一下，就关于这个 Running Hub 的这个套餐的问题。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开的是基础版啊，那其实我开专业版也更高的版本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影响也不是差这点钱。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说 Running Hub 很尖呢？就是可以看到在这个基础这两个版本，就很多新手他会开这两个版本想试一试嘛，但其实这两个版本是最垃圾的。就是它首先这个 RHB 的这个性价比非常的低30块钱8000这里70块钱4万这个完全就不是一个那个等级，它肯定就是希望让你去用后面这些嘛。然后可以看到最关键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 API 调用这两个档是没有的这两档是没有的这个就决定了你能否通过我刚才这种方式来做。当然如果说你用这个方式也还有一种方案，待会我会去介绍总之这两个方案我是不太推荐的。基本上我玩个一天的话就能用掉1万多的这个 RHB 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你自己吧，我反正是不推荐这两个东西的。然后在基础版开始的话，它就可以用这个 API 调用了。然后这个呢，我个人觉得是怎么说呢？本来这个版本还是这个档位，我觉得还能够接受，但它有个非常卡脖子一个点是什么呢？它的单任务时长最长是40分钟。这个40分钟真的很要命就是当我用到这个 48G 显存的时候，我其实是可以跑到60分钟甚至60分钟以上的一个流程，就是工作流的。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是 48G 的这显存其实没有完全全息的开发出来当我用 720p 的时候，它其实完全可以跑到60分钟左右的。所以可以看到像后面的各个版本的话，它都是加到60分钟
所以它其实也是让你知道后面你再建议你再加钱就得加钱，那这里再加钱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看到这里是69嘛，这里就119，翻了快1倍啊。其实 B 呢也就翻了 50%， 完完全就只是多了这么一个东西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蛮离谱的一件事。然后这里的插队这些权益，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你感知不到的，因为大部分时间你这个东西跑在这边的时候呢，本质上也是一种挂机，你完全可以挂个5、6个任务，然后比如说出门前你挂起来，然后出门后回来再收菜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没有必要说非得为了这个插队权益去做，所以这个完全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它这个本质上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时长可以突破到60分钟而设定的这么一个档位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恶心的一个点，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平台挺垃圾的一个地方哈啊，反正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回到这里啊，然后这个方案的话呢，我们核心是把推演部分交给云端，因为云端的审查呢，它只会在输出视频和图片的结果上啊，注意是视频和图片，音频也是不查的啊。当然我说什么你应该能懂啊。然后所以这个你用 latent 的回传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根本没有在云端产生这个视频和图片，所以你自己可以在本地去做任何的一些操作。然后这个计费方式的话是按工作时长计费，所以的话呢，像一些你能够在本地做的一些事呢，我建议还是你在本地做。毕竟我相信玩这个 AI 的朋友的话，应该至少你本地至少是有一张显卡的。然后这张显卡的话，不管你的显存多大，我觉得是能够处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工作流的啊，而且这些事情啊，本来就需要你先对 AI 有一定的，就是对康菲 UI 有一定的了解，你才会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放在本地做是更好一点的啊。然后上面的话呢，就是还有就大家肯定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啊，就虽然我们的演算是在云端，但是呢它本地得等着，就相当于我只能在本地，就像有本地这个电脑的话，也必须等到云端做好之后，我才能去处理后面的事情，就我也不能干别的事。那么其实这里的就会有个这就有新的方案啊，就是我通过 latent 的本地文件夹读取的方式，也就是说我在云端让它自己去跑，或者说我甚至所有图片都在云端上直接上传上去，就是我不需要通过刚才的以上的这些节点来做了，我就直接在云端建立一个工作流啊，就是我直接在跑，然后在云端我不保存为图片，我就保存为 latent， 然后再把 latent 从云端下载下来啊，然后这里会利用到一个非常冷门的一个节点啊，这个节点的话呢，我也找了半天，就是说这个保存为 latent 之后，我们下载的那个文件夹的后缀的是 latent， 然后在本地呢，你就是通过这个节点啊，这个节点就你可以看到它名字啊，就知道它是不常用的工具啊，所以这个本来以前是几乎没有人用的，只有在我们这种非常非常奇怪的这个场景它会出现，要将这个 latent 再次上传那个场景啊，然后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里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报错了，这云端又报错了，这报错原因很简单，肯定就是超时了啊，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啊，然后这个的话呢，说一下，这里是它的地址，就是这个就是 latent 这个文件的这个就是地址，然后这里是文件夹下面的这个 latent 的这个名称，但是这里千万不要加上后缀，就是点 latent 这个后缀啊，如果你加了它会报错，不加就能够跑通啊，这个我试过已经没有问题了啊，就是这个方式才能够有效的那个去做这件事情啊。好，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里啊，然后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它其实比较适合什么呢？多线程并发的需求，就比如说你在本地你也可以再跑一些别的一些流，就是不需要用到48G 显存的一些工作流，然后把一些复杂的工作流呢溜到云端去跑，但这样呢会也其实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因为你要后面再重新将这个 latent 下载下来，再次上传，然后再次去做解码啊。虽然这个听上去感觉不是特别的麻烦啊，但是我个人还是希望更加的标准化、自动化一些，就是我希望挂在这边就能够完全跑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在用这个 AI， 就是这个 ComfyUI 的时候呢，基本上你的电脑就不能够再干别的一些玩游戏的事嘛啊，毕竟有的时候还会卡性能。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呢，你其实就是云端自动跑的话，你就不用再管这个问题了啊。然后像以前的话呢，会有网友说用什么图片加密解密的方式啊，就是有个 TT 的一个加密解密，那个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比较傻的方式啊，那个才是真正的麻烦。而且 R 区已经不再支持这个节点了，然后 latent 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最后总结一下这个云的一个优点啊，就是如果说你是高频的创作玩家，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挂机啊，就是因为我要是本地在跑这个在用100% GPU 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只能看电影，那其他时间我啥也干不了，要么就是挂机，然后一挂机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比如说我运行了1个小时，我挂了5个小时啊，我可能再回来的时候其实也浪费了很多电，所以我觉得这也没有必要。然后第二呢，就是 IH 这个平台呢，它还是有一个优点的，就是它在调用这种 Nano Banana 这种 API 的时候呢，它的费用会比 Comfy UI 的这个 API 的费用要低得多啊，而且还会有每天5次的免费的一个效果。虽然它的这个因为它就太便宜了，所以用的人会非常的多，导致我提交个5次的这个申请，它会有2到3次会说人太多了啊，报错啊，非常的恶心。那其他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比较好啊，毕竟这个 Nano Banana 这个抽卡还是要抽一些的啊，我之前光这个抽卡就花了几十刀吧啊。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你不需要再因为各种环境问题而研究啊，这个各种组件的问题啊，尤其是 KG 的流对segmentation， 然后 Triton 啊，然后那个 PyTorch 都有很多的要求，我真的是要被这个东西搞崩溃了啊，所以我基本上用到 KG 的流呢，我都扔到云端。那么现在我又再也不用管这种问题了，也许跟我的50系显卡有关，也许跟这个那有关，我真的不想把时间因为在这种东西上，因为我们也不专业嘛啊，所以这个其实是3个最大的一个优点了。然后缺点的话呢，也其实非常的明确啊，就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费用客观来说它是不低的，因为你拿这个时长和这个 GPU 的这个就是 GPU 的产出来看的话呢，如果说我拿50、40、90去挖矿，它所产生的费用其实要远比这个用 AI 来的低，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卖你的这个显卡的这个收费啊，它其实是要比挖矿要贵得多的。我觉得这个比喻可能不一定好啊，就是怎么理解呢？就肯定是相对于你自己有这么一张卡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你一直在用的话呢，那肯定是你自己的这个整体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这个低的也不是说一星半点，我差不多能够低一个，相当于我跑一个视频，算一下钱的话，差不多一条视频至少得有个1-2块钱啊。那我自己本地跑的话，我一天能够将1-2块钱能够跑个上百条出来，也就是一天我就可以省下100多块钱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跑几个月，我说不定这个卡的钱都回来了。其实就是在于你要不要大量的去做这件事。如果说你真的是很高频、很大量去做的话，那其实还是买一张卡更划算一点啊。然后第二就是说，它这个云端的工作流呢，我都只建议你本地搭建好再上传，因为云端的工作台它真的非常的垃圾，因为它整合了非常多的这个节点，然后它而且非常难用，因为它的版本跟你现在在用的版本也不太一样，而且它也没有中文的整合啊，非常的恶心。所以基本上来说，你要在云端的工作台去手动再重新搭建一个流的话，会非常的折磨你啊。我的建议就是本地做好一个工作流，然后直接上传，然后再调一些基本的参数，然后尤其是像一些模型的名称，就是它这个模型名称呢非常的傻逼，就是它就是你自己的模型名称可能是标准的，但有一些LoRa 一些名称，他们就是有些人已经上传了，然后它的命名呢又非常的奇怪，就是你必须要在上传模型的那个地方把这个模型就自己模型上传一下，它会计算那个哈希值，计算完之后它会告诉你这个模型已经有了，它的证明叫什么，然后你才能把那个模型就是那个 LoRa 那个名称再放到你的 LoRa 里面去啊，就是这个也是非常恶心的一个点啊。然后第二呢，就是部分节点的一些缺失啊，就是一些非常个性的工作流是不一定能跑的，尤其是有一些比较独家的一些工作与比较独家节点的一些工作流，当然这个的场景用的不是很多啊，毕竟我主要跑的是 KG 的流，所以 KG 的节点基本都是存在的。那这里就是整体的这么一个方案。那么整体下来的话呢，就是你可以通过在线加云端的方式去解决掉你大部分的所有 AI 的一些创作问题，而且没有任何的审核和那个限制了。好，那整体就到这里。今天呢，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一下 Sage 和 Tension 的安装。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安装方式呢，跟那个很多教程里边说的这个玄学的方式不太一样的。那我会力求把所有的前因后果给大家说清楚。所以说这个视频可能有点长，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还是先从现象说起。那 Sage 和 Tension 呢，主要是一种新的注意力机制。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Sage 和 Tension 的官网。那我们常见的Attention 的机制呢，其实有这个传统的 SDPA， 还有 Flash Attention， 还有 Sage Attention。大家会发现Sage Attention， 尤其是第2个版本，会比 Flash Attention 的其实要快很多，而且呢效果也要好很多。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装它
那我可以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 先进到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控制台啊，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我用一个最基本的 1.3B 的文声视频的工作流，而且呢是原生的。那下边我可以改变它的注意力机制，这样我会用到 KJ 达神的 KJ Node 这个节点。那这里边呢专门提供了 Sage Attention 加一个模块，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可以给连上，这样呢我们需要给它选一下凹凸，然后后边的话呢我们给它接上一个 Patch Model 拍超的这样一个东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开启这个 Sage Attention 的这个机制。那我们可以跑一下，那现在呢就开始采样了，大家注意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稍等一下，这个就完了，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用了 Sage Attention。如果你没用的话，我这儿呢准备了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大家看一下，同样的是这个东西。那现在呢我就会报错啊，我再跑一遍，大家看一下，那会提示没有这个 Sage Attention 模块。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去装。这儿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文档，大家注意啊，它这个步骤呢说的是非常详细的。那这个大家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蓝图，就是你有一个知识体系，那这样你才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那下边呢我们看一下这样一张图，这个图呢我做的非常仓促啊，我只是说明这样一个东西。大家注意啊，首先呢我们有一个我们的显卡，我们叫 GPU， 大家应该都知道。另外的话呢我们上面有一个显卡的驱动，然后再往下边就是涉及到和这个编程和计算相关的啊。第一个叫做 CUDA， 其实是一个并行计算库。那显卡呢主要提供了两方面的能力啊，第一个就是特殊的指令集，第二个呢就是并行计算。所以说呢有的人用显卡来做图形的渲染玩游戏，有的人呢做 AI 啊，这是不同的这个东西。那 CUDA 呢其实是专门用来进行做并行计算的。所以说呢你如果要是使用这个 ConfigUI 的话，那我们一定要装 CUDA 啊。下边这个 CODDN 是什么呢？ CODDN 其实是专门针对这个神经网络或者叫深度学习开发的这个加速库或者加速包。那有了这些加速包之后呢，我们那个神经网络的什么卷集呀、磁化呀这些方法的话呢，它得进行的更快。所以说呢在 CUDA 之上又构建了一个叫 CODDN 的东西。然后再往上边就是装我们的什么呀框架。一般呢我们现在有两个比较大的框架，一个是谷歌的 TensorFlow， 另外呢就是这个 PyTorch。我们现在基本上是 PyTorch 为主，就是大家会发现你装 ConfigUI 的时候都要装这个什么 PyTorch。然后再往下边是什么？是这个开发环境。你要注意啊，这个开发环境并不是必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想写这个 CUDA 的程序或者是 CODDN 的程序，那开发环境是什么？就这些东西。那这里边我们用到的语言呢，主要是 C++。所以说，当我们在构建一些 CUDA 程序的时候，会用到这个 C++ 的 Building Tools 啊，就是编译和构建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说呢，我们一般也会装上它。因为有些包容我们没有现成的啊，它需要去编译，然后再根据你现在的环境去生成，这是大家知道的这样一个结构啊。这就是为什么要装这些东西。所以说它第一个就要求你装什么？装这个 Visual Studio 2022，大家可以从这儿下载社区版就可以了。看一下我现在安装的这个 Visual Studio 的话呢，会有一个叫 Installer 啊，就是它的一个安装器啊。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已经装了Visual Studio 的2022的这个什么社区版，然后呢你可以点一下修改，可以改它里边的东西。那这里边我们重点用到的就是这个 C++ 的桌面开发，这个要勾选上。然后下边呢一定要保证就是 MSVC 什么143这个要选上。然后呢它现在要求你一定要选哪个呀？一定要选上 Win11 的 SDK， 这个我不知道是为啥啊，因为按道理来讲呢，我们用 C++ 的这个东西不会用到 Win11 的 SDK， 但是如果它要求的话呢，我们就给它装上。有人说那我这个怎么选？我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啊，就是如果说你要装这个的话，你注意第一步除了 SDK 的全部全选上，第二个你再把这个 Win11 的 SDK 勾上，然后呢我们点一下修改，然后它会下载，这个下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别看它那个大小挺大啊，其实真正的下载呢还是很快的。现在呢已经下载完了，开始安装。因为其他的我已经提前下载过了啊，所以说呢只需要装一个 Win11 的 SDK， 你说装哪个就装那个最新版的版本就可以。好，大家现在看一下我这个就装完了。然后你注意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其实需要的就是一个构建工具。那么
所以说呢，我们并不是说要整个的 Visual Studio， 我们最终是要这个叫 Builder Tools。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把它加到我们的环境变量里边去。我们下边来操作一下这个，我们先来找到它，然后我们先进到我们的 C 盘，然后 Program Files， 然后我们找到 Visual Studio， 然后2022，然后社区版，然后进到里边的 VC 啊，然后 Tools 里边 MS VC， 这有很多的版本啊，我们选最新的这个 14.43 啊，然后呢我们找到里边的 bin， 然后找到里边的 host 的 x64， 然后64，找到这个目录就行。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目录呢直接占到 Path 里边去。增加环境变量也很简单。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的系统，然后呢，我们点一下高级设置，然后再有环境变量，然后里边呢有一 Path， 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编辑，然后呢，你可以新建这个目录，然后直接粘上就可以。这是我们 VC 的这个编译器所在的位置，这编译器我们就有了。下面来我们再来说 CUDA 这个部分。CUDA 你要考虑的东西呢稍微的多一点。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Config， 那大家现在看到这是 Config 的官网啊。大家注意，当你安装的时候，它就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啊，比方说便携版，就是直接一个包下载下来的这种，是吧？另外呢，就是我们手动安装的这个版本，主要加安装的这个版本啊，我们重点看一下英伟达的 GPU 这个部分，它装这个 PyTorch 的时候，其实是和谁啊？和 CUDA 是相关联的，所以说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信息。比方说，第一个手动安装，他说 3.13 是支持的，但是呢，我们推荐是用 3.12 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用 Python 的 3.12， 这个是官方比较推荐的版本。那如果是用 CUDA 的话，大家注意啊，它给的示例安装里边，安装 PyTorch 的时候用到的 CUDA 的版本是126。另外你要注意一点，如果你要是50系列的显卡， CUDA 呢要装128，再低了就不行了啊。这个信息大家需要注意。然后呢 CUDA 的安装其实很简单，大家只要在谷歌上搜一下啊 CUDA， 然后 download， 然后这就有这个下载的页面，它默认是多少啊？是这个 12.8 是吧？你可以选一下啊，就是之前的一些归档的老版本，点开它，那你会发现有 12.8 啊 12.6 是吧？我们选一个 12.6.0 我觉得就可以。那然后呢选操作系统，然后 x64 Win11 啊，是本地包还是网络包？本地包就是整个打包下载然后装，网络包是先下载一个下载程序，然后测试网上下载这些东西。一般我们选这个，然后是CODN， 这个是一样的，我们同样的可以搜一下。然后呢，我们注意啊，装的是这个库，这个用最新版就可以了啊。选是 Windows 还是什么？这没有11啊，只有10。选 EXE 下载，然后安装就行。你要看一下你是不是安装成功了。方法呢很简单，第一个呢，检查一下环境变量。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看这个环境变量这个 Path 的时候，你注意按这里边我的 CUDN 是 V9.8， 这是自己加上去的。然后我的 CUDA 是 12.6， 看见了吗？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命令行来确认一下。我们输一下 cmd， 你可以输一下英伟达的 MSI 啊，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命令。这里边的话呢，会告诉你你用的 CUDA 的版本是多少啊，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显卡的信息都会有。再往下边其实就是装这个 Triton。比如说 Triton 和 Sage Tension 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也是啊，我们需要给大家说清楚这个。我们先看这个 Sage Tension， 它在安装的时候呢，会要求你用到 Triton 大于 3.0.0。另外呢，如果你打开 Triton 的官方的库呢，它会告诉你啊 Triton 是一个什么呢？这里边呢就说的比较清楚了。那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一下。Triton 呢是用于编写高效的自定义深度的言语和语言的编译器，它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开源的环境，它比 CUDA 呢效率更高，所以说呢 Sage Tension 用了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装 Sage Tension 呢，怎么老去装 Triton 呢？其实就是这个原因。那这个 Triton 呢，其实是在 Linux 支持比较好， Windows 呢其实支持很差。其中有一个大神他自己在维护的这个 Triton 的包啊，所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你如果要安装的话呢，我们需加载一个 WHL 文件，也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轮子文件啊。这个轮子文件呢，可以用 pipe 去安装，然后这个你必须根据你的 Python 版本，然后来去选
那 Python 的版本的话呢，我在用的是 3.1.2， 而且我是用 Anaconda 去安装的。那你用便携式的，你就看你便携式里边那个 Python 是什么版本啊？那怎么下载呢？我们点开这个 Triton-Windows，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 Release。注意啊，这些版本里边可能这个 set 只有2个，这个肯定是没有的啊，你就往下找，看这有7个，这是 post 的10，你点开，注意啊，一定是 3.0 以上的啊，你看这是 3.2.0， 我们下一个 3.1.0， 当然你下别的也行，这个我们就直接针对你的这个 Python 版本去下，然后版本只要大于 3.0 就可以。现在呢，把它放到地盘，尽量的别有中文，然后呢，我用的是 Anaconda 嘛，下边我把 Anaconda 打开，然后呢，我进到我的环境里边去 ，Conda Activate， 我用的这个虚拟环境叫 Config， 不同人的虚拟环境不太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统一给大家讲，你只要找个你一个 Python 就行。然后我现在的 Python 的版本是 3.1.2， 那下边呢，我去安装一下它，这个命令它呢也有，大家看一下，直接这样装就行 ，pipe install。当然，你要是想保险一点的，你可以这样去装，定到地盘按根目录。然后我现在这个 Triton 就在这啊，然后我敲一下 Python-m， 然后再用 pipe， 然后 install， 然后 Triton， 然后我们回撤。现在呢开始装，现在呢 Triton 呢就已经装上了啊。装完之后呢，下边其实就可以装 Sage Attention 了啊。下边呢我们来试一下 Sage Attention， 别打错了就行啊。拷贝一下，直接粘上啊，回撤。好，现在呢就已经装好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pipe list find string， 找一下谁呢？找一下 Sage， 大家看一下 Sage Attention 1.0.6 啊，我现在就已经装好了。好，下边呢我们就来测一下行不行？然后我退出我的 Config， 然后呢我再重新的起一遍。下边呢我们刷新，然后呢我重新跑。好，现在呢我们碰见了这样一个错误，就是它现在呢需要知道这个 CC 的这个环境变量或者叫这个 C 的编译器啊，它在哪？那出现刚才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重启这个终端啊，因为你改了环境变量，如果你中断不重启的话，那个环境变量不会更新，所以说呢我们必须给它更新一下。当然呢你可以通过 echo pass 的方式来看到这个相应的变量。你发现这个有没有？下边呢，我们进到地盘，然后我们的 Config 目录，然后下边呢，我们执行一下。当然，执行之前呢，我们需要 Conda Activate 激活我的虚拟环境 ，Config UI， 然后 Python -py， 然后-low v run 是吧？好，下边呢，我们重新的来看一下，是不是还会报错？然后呢，我们重跑。好，现在呢，开始正常采样。最初你会发现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它需要很多的细节。环境变量改了之后，你需要重启终端。像这种东西，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你那个错误它始终存在，但是你装的又没问题啊。所以说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点，这就是完全从理论到实践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Sage Attention 的安装，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首先第二步，我们先把这个东西下载下来先，我们就下载我们 Python 对应的版本。下载完以后，我们把它放到哪里呢？放到这里面。这个 Config 目录上，然后呢，我们右键，因为我这个是使用框打放进了一个环境，虚拟环境，然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复制，在这个地方把它复制 ，Ctrl+Shift+， 这样的话，它这个目录，然后我们在这边右键，它就可以粘贴在这里，已经安装过了，所以它第二步我们看一下，点击它。回车，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这个安装完以后，我们就要安装这个酷打的 Python 这一个，把这条命令把它拷过去。因为我安装过了，所以它都显示这样子。我们查看一下。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要我们去下载这个UIB 文件，这个也是在这个官网这里面可以看得到我看一下，在这里它已经放在这里了。我们要把这个下载下来以后
放到哪里呢？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我的空岛环境目录是在这里 ，PVN， 然后 CF， 所有的文件都放在这里面了。我们要根据这个目录去找，然后我们直接在这里可以搜索，用个工具来搜一下。酷打烂态这里，这个就是下载了下来的这个文件，放在这里面就可以了。MSVC 还有这个 Windows SDK 版，这完整版的话很大，你们在网上可以下载下来安装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点击这里修改，这里面我们要点击这里 C++ 桌面开发，然后呢选择单一个组件，这里面写有 MSVC， 然后拖到最上面，有个商城工具，这里选择一个最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里 SDK 的 SDK 里面来选择你最新的一个版本吧。22621，我选的是这个。我们要测试，要把这个添加到这个系统变量里面。我们要找到这个MSVC 在哪里？搜一下，我找得到是在这个第一盘子里面。长溜四，然后我们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高级设置，环境变量，然后这里有个 path 系统变量里面，把这里这个粘贴在这里来，先这一个，然后粘贴到这里来，看有没有安装成功了。西瑶，你会看到提示这一个，就证明这个已经路径已经确定成功了。到这个虚拟环境里面，我们要把这一条命令把它 copy 进来，然后呢，如果你是像这样子的话，它甚至那么没有这个酷打的话是不行的，一定要是 I 写是这样子的。我给你看一下，你会看到它多一个修126了，这个形式才可以。现在我这个就是使用最上面这一个，直接点击，这里也有。执行。还有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已经把所有的这些都下载放到这个我的那个百度网盘里面了。你们需要的话就可以在这里面去找，去下载就可以了。就这样了。这274，然后你每运行一次的话，它就会减少一些时间了。最低的时候是220。好，其他就没什么了，谢谢大家。